罚罪2里有这样一个细节：叶思远在被罗伯当众羞辱，甚至挨了几个大嘴巴子后，明明满腔怒火，却反常的选择了卑躬屈膝，甚至主动赔礼道歉。不管是在罗伯面前，还是在随行的众人眼中，他那副唯唯诺诺、贪生怕死的姿态从来都没有变过。要知道，作为公安局长叶天佑的侄子，这般做派不仅会彻底丢尽叶家和警队的脸面，从而让他在以马金、罗伯为首的黑恶势力面前永远抬不起头，甚至还会被外界确凿地视为一个任人宰割、毫无骨气的官二代。可他却在明知会遭受巨大屈辱和误解的情况下，依旧要将这副窝囊样装到底，甚至不惜配合对方给自己亲姑姑设局。然而，当我们结合故事最后叶菊在体育场对秦风说的那番话，就能明白他其实也是无奈之举，更是这盘惊天大棋中最锋利的一颗案子。秦风，久仰，介绍一下，这也是我的徒弟曾信。几天前，罗伯为了到警局拿回宋浩的电脑，竟直接绑架了汪涛的母亲。不过好在秦风及时从监控里发现了线索，于是便立刻独自一人冲到了地下室。虽然最终让他成功将汪涛的母亲救了出来，可结果当他准备将人推到手术室做换肾手术的时候，却看到汪涛竟无助地蹲在了手术室门口。不好意思啊，王警官，临时出了一点状况，因为供体的身体情况不太好，按照规定我们只能取消手术了。虽然在这里导演特意做了留白处理，但是我相信大家一样能看出来，这是罗伯利用肾源腐蚀汪涛失败的结果。当然，母亲也知道汪涛很是愧疚，但她也知道儿子作为一名警察，必须要坚持自己的初心，去做自己要做的事。妈妈最希望你能永远堂堂正正的站在阳光底下。紧接着，母亲便给了汪涛一个拥抱，而这也是母亲用即将熄灭的生命，硬生生地撑住了儿子心中的正义。与此同时，任务失败的罗伯也必须要跑路了，而身为老大的马金也来送他最后一程。表面上马金这是给罗伯送行，但实则是指责他没有把事情办好。虽然最后马金什么都没说，就直接选择了离开，但罗伯经过一番思索后，却似乎是明白了马金的意思。叔，我不走了，我帮你把这帮人都清干净。很快，正在路边吃饭的刘天飞就被抓了起来，而罗伯将他暴打了一顿后，便也立刻拨通了刘天野的电话。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刘天野偷了自己的金库导致的，所以他现在必须要让刘天野跟自己赔账。然而接到电话的刘天野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来临，居然还打算独自一人带着金条去救人。可结果他刚一来到约定的地点，你不要钱吗？我把钱都给你，把我们放了。现在不是钱的事儿，我不差钱，哎，我被通缉了。在我走之前，多拉几个垫背的，我会很开心。然而就在罗伯准备将他们活埋的时候，好在这时同村的文江勇赶了过来。他本想将人救出去，可结果却被罗伯直接捅了好几刀，眼看几人都快要被活活打死。好在这时收到文江勇求助短信的秦风及时赶到，虽然他凭借敏捷的身手成功救出了所有人，但文江勇却因为失血过多死了。然而逃跑的罗伯却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计划，那就是利用叶思远给叶菊买的一套房子，在网上对叶菊进行了举报，导致叶菊很快就被省厅的调查组给带走了。吓得吉竹江立马就约见了马金。这个叶天佑，我暂时替你把他摁住了。很显然，马金这是要让吉竹江利用职权找到宋浩。可毕竟公安局里不只有叶菊一个局长，而吉竹江的上面也还有好多领导，所以即便撂挑子说不想干了，这条船离终点还早着呢，你想下可以，只有条海。就算你不怕，你总不能让你老婆孩子跟你一块喂鲨鱼吧？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让吉之彻底崩溃，无奈的他也只好答应帮马金寻找潜逃的宋浩。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黑暗将彻底笼罩汉州时，反转再次降临。当吉之战战兢兢地回到办公室，准备向马金汇报宋浩的踪迹时，他惊恐地发现，那个本该被双规被审查的叶菊竟然完好无损地回来了。原来叶菊被带走本身就是计划的一部分，这是一场针对马金集团的引蛇出动，也是为了给叶思远争取更多的空间。叶菊的归来也预示着最后的收网行动即将开始。